当讨论制度基因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是不是说这个就没希望？不是，从来在启蒙运动里不存在谁启蒙谁的问题。所谓的启蒙运动指的是所有的人启蒙自己。不懂得人权基本观念的社会精英是没有可能最后建立起来民主宪政制度的。所以当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的时候，这个社会其实是很难进入这个民主宪政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民主宪政的是英国，第二个建立的就是美国。法国是大量的人是赤贫，非常非常穷，所以这些人充满了仇恨。伏尔泰和卢梭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启蒙运动的内容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制度基因是可以变的，制度基因的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启蒙，因为我们讲了，制度基因的重要一部分是社会共识，社会共识通过启蒙是可以变化的。您这句话要在开头说，你可以把我调到开头去。好。您也反复的在我们的节目里也说，我们的那个共同的讨论里也讲过，您认为一定要启蒙，然后包括这两天聊您的父亲的经历，他也后来的晚年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法，就是一定要启蒙，而且知识分子要先启蒙自己。对对。但是我也知道启蒙这个词，这过去这些年也让大家很反感，因为它有一种谁比谁好像优越吗？还是怎么样？但是您讲一下，就是启蒙在您反复谈的这个语境下面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今天谈启蒙也很重要？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就是制度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成分，讲制度基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基本成分就是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这就是个关键问题。所以当我们讨论我们希望中国过渡到民主宪政的社会，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中国怎么能过渡到民主宪政的社会？那么这里呢，实际关系到了社会共识，就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共识怎么形成？民主宪政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是离不开启蒙运动的。那么这个呢，首先这个是历史事实，就是首先我们都不谈任何的逻辑，先不谈逻辑，没理论，就是事实是什么？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怎么进入的？因为我们只有近现代社会，我们有非常清楚的历史事实。那么在近现代这个历史上，人类怎么进入的这个民主宪政？我们可以看到是启蒙运动带来的这个民主宪政的发展。那么这个民主宪政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是英国，启蒙运动的起点就是英国，这个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这个启蒙运动是关于什么？启蒙运动关于人权，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人权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一切是围绕的就是人权。所以任何人只知道产权不知道人权的，实际上就没有能弄懂民主宪政从哪儿来。民主宪政是为了人权而来，而产权是人权的一个部分。那么是为了要完整的保护人权，所以才建立的这个制度是这样把权力分开，那个让所有人都有权利决定人们自己集体的这个行为是什么，这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才是民主，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才有宪政，是因为你把权力分开之后，是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利怎么保护，那么是靠分开才能保护人的权利。但是你要社会上的人普遍具有这个观念，明白自己拥有什么权利，明白别人和你一样有这样的权利，明白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
所有人自己的权利，还明白人和人之间要协调，一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保护。你不协调就没有办法保护。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你一定丧失你自己的权利。只有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最基本的权利，每个人都需要互相协调，互相一起来保护所有人拥有的最基本权利，最后你才能形成这个社会是有这个民主宪政的，这就是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建立民主宪政的基础。就是当人们没有形成这个社会共识的时候，这个社会没有可能建立起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不可能用暴力建设的，是不可能靠革命家建立的，不可能靠军队建立，不可能靠革命家建立，不可能靠几个精英建立的。这个就是哪怕是当我们讲社会精英的时候，我们讲的也是非常大数量的社会精英形成了这个社会共识，而这个非常大数量的社会精英一定必须要有人权的基本观念，就是不懂得人权基本观念的社会精英是没有可能最后建立起来民主宪政制度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历史，实际上历史本身就也带来了逻辑。那么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稍微这个历史呢还可以稍微展开多一点点，就是首先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民主宪政的是英国，第二个建立的就是美国，而美国呢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原因呢是因为这是前英国殖民地，然后这一群人呢实际上是原本在英国更自由化的一群异教徒跑到了北美殖民地，就是他们比英国本土的人更强调他们的人权，因此呢，而且他们这个13个殖民地原本就是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治理，都是自治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他在独立了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是相当的水到渠成的，而这个水到渠成实际上是跟过去早就已经在英国这个形成的这个社会共识是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所需要的制度基因都在，而且都非常发达。那么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制度基因下，它这个一建国就变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呢，是水到渠成的。这个其实制度基因和形成制度这个之间的关系，就是直接是和它是不是水到渠成是相关的。那么英国也是相对的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它过去有好几百年的这个大宪章运动，这个大宪章运动呢，逐渐削弱了君主的权力，提高了这个议会的这个力量。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你最后建立成了一个这个宪政，当然还不是民主，就是我们刚才用民主的词呢，是这个不是最确切，就是我们刚才用的民主的词可以叫做精英民主，因为它这个选举权是限制在精英范围内的，就是精英民主。但是这个精英是很大规模的精英，不是少数的政治人物，它的精英指的是财富，就是你有一定的财富就自动变成了这个有选举权的精英。那么人类历史上的第三个朝着这个民主宪政方向推动的就是法国，但是呢，法国呢就没能这个巨大的推动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但是就没能推动产生民主宪政，这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从这个制度基因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也和因为我们在讲启蒙，这个前面英美他们都是在启蒙运动中就已经全社会形成了，而这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跟随在英国的启蒙运动之后。就是当我们讲英国的启蒙运动的时候呢，有文献有时候分得更细，会分成这个苏格兰启蒙运动，但是当我们看得粗一点，是会把它们合并到一起。实际上英国的启蒙运动里有一个分支，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在全人类的启蒙运动里起非常重要作用的，而且苏格兰又是这个同时是这个产业革命发生的地方呢，直接是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相关的。那么
时间因为那部分不展开，我们就再来看法国。法国启蒙运动是追随在英国启蒙运动之后。那么这个英国和美国产生这个宪政的制度呢，几乎可以说是在跟启蒙运动是平行的，就是比启蒙运动稍微晚一点点。而法国呢，是启蒙运动在先，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然后再开始的法国大革命。那下边就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到底法国的启蒙运动是怎么回事？我前面花了相当时间讨论麦利叶的影响，麦利叶对卢梭的影响，麦利叶对伏尔泰的影响，而这个伏尔泰和卢梭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那下边就关系到了他的启蒙运动的内容。他的启蒙运动的内容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还有呢，这就是制度基因的一个部分。还有呢，就是法国存在的其他的制度基因，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就出来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子的后果。那么这个从启蒙运动上讲，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的一点是，英国的启蒙运动人权产权不可分。法国的启蒙运动人权产权分开，这就非常重要了。它不但是分开呢，而且呢，卢梭是直接反对私有产权。还有呢，就是卢梭讲的人权和洛克讲的人权本质上有差别。就是首先，人权产权是不能分的，才有完整的人权。而且呢，洛克讲的更是这个自由主义，而这个卢梭呢，强调的呢是普遍意志。所谓的普遍意志，你也可以给它解释成叫集体意志，意思就是说，我们集体形成了一个我们集体需要的东西，然后这种普遍意志或者集体意志呢，可以压过每个人的个人的选择。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后来就演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基础。还有他反对这个私有财产呢，他怎么反对呢？他认为他主要推动的是关于这个消灭不平等，然后说不平等是私有财产产生的，你最终你要消灭不平等呢，那你就要消灭这个私有财产。卢梭没有把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不平等来自于私有财产是他讲的最清楚的，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而这个东西就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部分，这就很麻烦了。然后法国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呢，是反对教会，而反对教会里边起的作用最大的就是伏尔泰。伏尔泰非常仇恨这个天主教会，这个我这儿就不展开讨论他为什么仇恨，这个天赋很大，骂得很凶猛。他不但是反对天主教会呢，而且呢，他是无神论呢，他这个无神论呢，他对整个基督教的教义全部都使用了咒骂的方式，他咒骂耶稣基督，咒骂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徒，咒骂上帝，咒骂这个旧约前书、新约前书里边的所有的那些内容。当然我这里还想再补充一句啊，我这里不是在这个诋毁伏尔泰。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人，伏尔泰呢，他在推动他在这个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呢，他非常努力的在推动这个宽容，就是从人权的角度，就是非常努力的推动宽容。但是很可惜，伏尔泰刚才我讲的，他这个咒骂教会和咒骂圣经、咒骂基督教
的所有的那些这个白鹿，所有的这些在法国大革命里起了极其重要的煽动作用。他已经死了，他没有当场煽动，但是这些煽动的文字语言被人拿来用。所以呢，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杀那个很多教士、神职人员，这个烧教堂，这个直接跟他的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相关。然后他关于宽容的所有的讨论，根本没有人理会。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讲制度基因？对，制度基因决定了，当一个说法来了的时候，当一个理论来的时候，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人们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人们的接受都是有选择的。那么法国启蒙运动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家是孟德斯鸠。美国建国的时候，孟德斯鸠的理论对美国起了很大作用。孟德斯鸠的理论是他在英国长期考察的结果。孟德斯鸠的理论大量的基础是英国实际发生的事情，英国人没有这样一整套理论把它总结出来，是孟德斯鸠总结的。然后美国建国的时候用了孟德斯鸠的理论，但是孟德斯鸠作为法国人，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只在法国大革命在暴力产生之前有作用，暴力来了以后完全烟消云散，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这地方就回到了这个法国启蒙运动之外的其他的制度基因，就是其他的制度基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法国是绝对君主制，它跟英美原来的状态就完全不同。那么绝对君主制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法国的贵族早已经被削弱到了没有了议会了，所以它已经，虽然你往前追得更久是有议会的，虽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开过一次议会，但是呢，这一次议会之前有好长时间200年没开过议会了，所以它的议会呢搞得很弱，它不是没有传统，而是很弱很弱了。议会传统很弱，本身就是它的这个制度基因就非常弱，跟英美是不能比的。那这个贵族很弱，然后这个资产阶级很弱，然后呢，再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基因呢，就是在绝对君主制下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就是高度的不平等。所以当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的时候，这个社会其实是很难进入这个民主宪政的。因为当我们讨论民主宪政的时候，我们说民主宪政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制度基因呢，是私有产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私有产权指的不是说你有这个几百几千个特富有的人，不是这意思，指的是说普遍拥有私有产权，指的是说这社会不能是高度的不平等的，你的社会的普遍人们是拥有私有产权的。那么普遍拥有什么意思？就是所谓的人们讲的中产阶级，就是你的中产阶级要足够的大，足够多的人是有产权的。法国不是，法国是大量的人是赤贫，非常非常穷，所以这些人充满了仇恨。然后你在这种高度的不平等的情况下，然后又有卢梭那样子的非常有煽动性的这种理论，因为它是煽动这个平等，然后为了平等要做什么。然后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麦利耶，他讲的要建的共产主义，他讲的共产主义，他那个书里边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建共产主义，你得杀人，你得杀国王，你得杀贵族。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在法国是形成了，就在他的这个启蒙运动时期就形成了这个东西。所以呢，本来就有相当一些人信这个，那么最具体的人就是罗伯斯庇尔。那么法国大革命里的最残暴的建立的第一个极权主义的组织就是雅各宾俱乐部，所以我们可以把雅各宾俱乐部看成是第一个极权主义党。那么这是世俗的，这不是宗教的。那么这个极权主义党，他的党首罗伯斯庇尔
就直接就是卢梭的学生。所以呢，这个卢梭的这一套具有煽动性的革命理论就起了作用。那么这也就是他的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这个，然后呢，就是大批的赤贫的城市平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就是法国大革命里边的那些残暴、那些血腥的这个做法，那个绝大部分都不是有组织的，而是这种完全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这种乱搞。然后这种有组织的就是这个雅各宾俱乐部，而雅各宾俱乐部之所以变成这种性质的非常残暴的极权主义组织，直接是和它的制度基因在一起，就是因为在这个制度基因下，你已经产生了城市平民的全面的大暴动，然后全面的血腥的这个屠杀，因此呢，你作为革命党，就是你领导这个东西，你必须比他们还极端，才能领导得了他们。所以实际上，雅各宾俱乐部里边的不是所有的人原来都这么极端，而是因为在这个背景下，你必须要足够极端，才能领导这帮极端的人。所以就一个赛一个，一个比一个极端，最后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下边就回到这个启蒙运动上去。启蒙运动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你刚才讲了，很多人有误解，说谁启蒙谁。从来在启蒙运动里不存在谁启蒙谁的问题。所谓的启蒙运动指的是所有的人启蒙自己。就是比如说启蒙运动里起作用最大的是 John Locke。John Locke 不是说他启蒙谁，而是他作为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启蒙运动这词根本都是后人起的，这名字是后人起的，在他们当时的那些人，没有人起这个名字，也没有人认为我在弄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这个分散在许多国家里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百花齐放。但是当我们讲启蒙运动，当我们讲为了民主宪政必须有启蒙运动的时候，指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人有意识的去努力的认识民主和宪政，认识人权。就是你比如说我自己我并不认为我在启蒙谁。我写的这本著作呢，并不是说我早就已经有了一套东西，我写了一个著作。我的著作是我的研究的结果，而这个研究是我探索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我探索民主宪政，我探索的结果是经过非常非常大的努力，我最后探索出来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我来表达我探索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也不会认为我探索的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也不会认为我探索的结果是唯一的道理，一定还有很多人做得比我好，也有很多人都需要做努力，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努力，来探索怎么样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怎么样使我们最后我们中国人自己能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知道，是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唯一的保护我们的那个办法就是宪政，是民主制度。那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探索为什么中国过去走了这样子的路，这是需要我们探索的。所以呢，所谓的启蒙指的就是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启蒙，不是谁启蒙谁，而是每个人启蒙自己。然后我们的启蒙的过程中，当然你需要互相了解别人，你需要阅读很多文献。那么有的人这个阅读的能力强一点，你可以帮助别人阅读，但是并不是谁启蒙谁的问题。所以这里没有先来后到啊，这个上下的关系啊，谁是权威啊，这里没有权威。当我们讲启蒙运动的时候，启蒙运动里没有权威，这是所有人都去探索，是这么个过程。
特别感动。其实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探索，对，自己去想清楚一些问题。对。当然，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需要交流，对，需要学习，需要有开放心态，对，需要听大家说，然后对。这个过程，对，所以其实您在做的事情就是自我在启蒙。对，但是我听您讲的过程，我也认为是我在自己思考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这么一个。对。所以谢谢您，谢谢您的启蒙努力，我们一起来。我们大家这是大家做的事儿，对，就是需要无数的人做。是的，做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有希望。就不是就是当讨论制度基因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是不是说这个就没希望？不是，因为制度基因是可以变的，制度基因的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启蒙，就是当人们启蒙了，制度基因就变了。因为我们讲了，制度基因的重要一部分是社会共识，社会共识通过启蒙是可以变化的。您这句话要在开头说，你可以把我调到开头去。好，我放在开头，接着再说一遍。对，制度基因是可以变的。对，变它的方式就是启蒙。对，就是人的主动是起很大作用的。但是问题只是说，这是需要很多很多人的主动，就是不要误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两个人，哪几个英勇的人或者英雄的人或者本事大的强人，谁能真弄不了？这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好的，谢谢您，辛苦您了。谢谢。